家奥特曼究竟是敌是友？他是什么？第3集就抛出了如此尖锐的问题。事情的起因是居江会队长受到电视台的采访啊，抛出了一个神秘迪迦的立场问题，而队长和胜利队都是坚定不移的相信迪迦对人类的友好。对此我只能说，那个瑟斯小时候看哭了。然后大国夸队长上进，丽娜小吃一素，直言我上我也行。紧接着主持人好像就有那么一点点不太对劲，被远古化妆师霍霍之后，直接古纳了黑暗之神变成黑魔仙小月，原地升天，嘴里念叨了什么火焰净化无悔，激烈的人统治地球，云的。睿智的队长直接识破了对方的灵魂附体的能力。讲道理这也能推断出来啊，队长不愧是队长。然后接下来的这几个爆破场面，由于表现力太强，后来就成了远古的祖传宝贝，后续在奈克斯特以及梦比优斯等作品中都用过。随之来的就是 TPC 高层会议，这里的站位就很有意思，左边是蓝衣鸽派，右边则是灰衣鹰派，而泽金总监就很有大智慧，既不是锐利的鹰，也不是温润的鸽。与其在这吵迪迦的问题，倒不如先解决这个喜欢搞爆炸艺术的机人，这是总监的命令。而经过绝景的实地专业认证，这显然不是炸弹痕迹，而是远程超能力，类似于辛拉天才。这里指挥展现出的对队长的格外关心，也为这俩人的感情线埋下了伏笔。哎呀，这个担心的表情也很到位啊。随后队长跟随吉雷埃洛的虚影到了自己的房间，这里的照片也是一个伏笔，后面的剧集会考。然后吉雷埃洛的人就以萨贝宁人间体的形态现身了，并且用 K1 地区的爆炸威胁队长代表人类向机人表示敬意，然后被美丽的队长瞪得不好意思就闪现走了。结果王牌技师刚接到消息到 K1 地区，还没反应过来就直接爆炸了，这一下就给队长惹怒了。机智的队长想利用照片上的指纹把这个酷似萨贝宁的人给开了盒，原名板桥光雄啊。私服的队长真的好好看啊，说起来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是不是只看皮套人，但我在小学那会儿就 get 到了居江会队长的颜值，并且一直觉得他就是迪迦女性颜值 top 1，纯主观。而恐怖的是这个板桥光雄3年前就记了，细思极恐。与此同时奇雷爱豆的人又现身了。等会儿，这个影子，你是赛迦？断了，都是赛迦大人干的。然后队长就被神秘力量钉在了墙上，颇有一种审判的感觉。这货还一直嘴迪迦，没等他说完，大古就及时赶到救下了队长。这人还非常自大的给出了下一个爆炸点的预言，那就是脚下这栋大楼。于是新力决3人组就驾驶小燕子1、2号出发了，并且绝景中途计算出了打击点。另一边，大古在队长的要求下优先去疏散居民，这也很好的展示出了队长的责任心。这里有个小细节，之前1、2集胜利头盔的样式还是这种轻剪式的，从现在开始就换成了战斗版本的防护盔了。可以说道具组也是很细节了。最后人群疏散完毕，这里飞燕1号的数亿变形一直到悬浮在打击点上空，我真的被惊艳了好久，确实是帅呆了。但是不出意外的又出意外了，队长居然还没有离开打击范围。这里的紧张感氛围伴随着倒数和背景的心跳声简直绝了，来一起感受一下。发射！随着神光棒的展开与飞燕1号打击的同时进行，坂田光雄又开始跳了。这话里话外就是对迪迦被封为神明的羡慕嫉妒恨，然后越说越红温，最后就自己现出了真身啊！不得不说，这研磨战士吉雷埃洛的人的皮套确实帅啊，算是我心中宇宙人皮套里的天花板之一了。打戏上这个被迪迦背摔，然后迅速找回平衡，并且回手一脚的丝滑连段，真的是相当的帅气。而随着 BGM 的加持，空中形态再一次现世，这当头一脚的表现力真有力气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又一个飞踢，看似很帅啊，实则刮痧。接下来随着音响被机人一发盐鱼弹打坏了，空中型又开始疯狂识别了。只能说大古对于空中型的开发确实不足1%啊，也难怪他钟爱强力型了。但是在队长充满信任的鼓励下，迪迦终于又站了起来，翻了一眼技能表，使出了迪迦冷冻术，将吉雷埃洛的人彻底冰封，然后便开始了栽培利奥光线的首秀。这里夸一下栽培利奥光线的设计，首先起手式是双手由内向外扩展，但是光粒子特效却是由外向内的蓄力，这一内一外的对立设计，最后形成一条线，充满了对立统一的动态美感，只能说全是匠心啊。最后伴随着队长惊为天人的微笑，说实话，队长的演员高树林这会已经37了，但是魅力丝毫不减。这里辟个谣啊，这个结尾的漂亮小姐姐并不是戴拿里面的凉啊，凉的演员是齐藤里沙，这个小姐姐叫春菜千广，只是长得有点像而已。她是后面恶魔的审判里2代吉雷埃洛的人之一。回看第3集恶魔的预言，其实主题已经非常的真实。当人类面对不知底细的迪迦之时，应该如何选择？以往的作品基本都是无条件的信任，到了迪迦这里开始对此展开进一步的思考。而且吉冈局长乍一看很反派，实则言之有理。
不了解的东西能否无条件信任？而且他也并没有对迪迦全盘否定，更多的是质疑。而这种质疑在后续戴拿奥特曼中达到了巅峰，并且在奈克斯斯里更是变本加厉。这也是迪迦至极的意义。理性的思考与合理的辩论一定是比极端主义要强的，也是泽井总监领导的一代 TPC 的魅力，那就是讲究一个不偏不倚。剧集风格上，从之前的人与自然变为了人与迪迦，甚至扩展开来就是对于宗教乃至拜神的探讨。毕竟剧中一度出现了净化的火焰引导人类等概念，尤其是吉雷埃洛的人在怒斥迪迦想当守护神之时，明明没有表情，但我却在迪迦的脸上似乎看到了震惊与彷徨。这也是大古此时的心理，在接受了光芒的力量之后，他却并没有对自己的身份真正认同，或者说对于成为神明，他并没有这个概念。英雄的孤独之路才刚刚开始，这种自我寻回的过程在后面的剧集中都会有所收束，那时我们也会惊叹于大古的成长与决议。但迪迦这部作品所传达的讯息总是积极而光明的，后面我们总会知道真正成为神明并且拯救人类的到底是谁。那一道道呼应迪迦的光芒，那照耀世间的辉煌存在，正是名为人类之光的我们。最后这里是郭子的迪迦全集回顾与思考，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